俄乌会谈不见面，美国从中调和，在沙特进行两两会谈。俄乌边谈边打，特朗普表示很沮丧、很愤怒。乌军6天深入比尔格罗德州20公里，控制150平方公里的俄领土。乌军摧毁俄军4架直升机和2座后勤大桥。乌东战线，乌军多处实现突破。俄军的红军村会战烂尾，战场疲态尽显。铁穹完成升级，拦截哈马斯、胡塞真主党导弹和无人机。美军4天空袭胡塞27次，胡塞武装紧急避险。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和谈不见面算得上是一件稀罕事了，而俄乌之间现在就是这个情况，目前全靠和平大使美国从中协商，以促成停火。据最新消息称，已取得了重大进展，让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据战争研究所3月24日报道，美国和乌克兰在沙特再次会谈的第一阶段已经结束。乌克兰国防部长乌梅罗夫宣称，我们与美国团队的会谈已经结束，讨论结果富有成效。同时，乌梅罗夫强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目标是确保乌克兰以及整个欧洲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特朗普本人则在白宫发布会上自夸起来，反复强调没有人能阻止莫斯科，阻止的概率为0。但紧接着他又表示，只有他才能结束俄乌战争，因为他同莫斯科与基辅都有良好的关系。不过会谈的具体细节，美乌两国都没有透露。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谢尔盖·莱先科表示，乌克兰代表团将在3月24日美俄会谈后，再与美国代表团进行更多讨论。特朗普也没有给出停战的时间表，就是一味的强调相信他就好。但从已有的信息看，情况并不乐观。之前特朗普与普京通电话后，尽管普京并未接受30天全面停火的建议，只同意暂时空中停火，但在战场上，俄军依旧我行我素，不断空袭乌克兰。3月24日，英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对无法实现俄乌停火有点沮丧和愤怒，可我们并未看到特朗普像猛批泽连斯基那样强力施压普京，而且关于制裁俄罗斯和加强武装乌克兰的提议更是不见踪影，可见特朗普对待俄乌双方的态度有着明显差异。另外，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此前以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居民主要说俄语为由，强行合理化普京的领土要求，暗示应该将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割让给俄罗斯，并表示这就是普京发动战争的目的，等满足该要求后，俄罗斯就不会继续吞并乌克兰乃至欧洲了。看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想法？套用维特科夫的逻辑，美国说西班牙语的人口接近6000万，那是不是应该让出8个州给墨西哥呢？当然，维特科夫自己也提到，乌克兰的宪法不允许割让土地，称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可见特朗普团队与乌克兰会谈的重点，接下来很可能将放在强迫乌克兰做出领土让步上。有意思的是，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受到乌克兰矿产协议的启发，刚果总统希望以矿产为代价，呼吁特朗普为刚果地区带来和平。刚果矿产资源价值达到了24万亿美元，说不定还真能吸引特朗普派美军前来评判。在美乌会谈结束后的第2天，美国紧接着与俄罗斯在沙特举行了会谈，重点讨论了停止对能源设施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远程打击和黑海临时停火的细节。据路透社3月25日报道，美代表团呼吁乌克兰与俄罗斯就黑海停火问题进行谈判，划定控制线，确保黑海的自由航运和缓和局势。普京原则上支持停火，但坚持谈判关键条件。塔斯社报道称，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将于3月25日发表联合声明，我们将在未来几天获得会谈的相关细节。其实，对于乌美俄的沙特谈判，除了特朗普政府看好外，俄乌双方乃至欧洲都不看好。乌克兰底线强硬，不接受任何割让领土的和谈。俄方自认战场优势巨大，认为和谈完全不具有操作性。欧洲方面，如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对美俄之间达成的任何潜在的黑海协议都持谨慎态度，因为这将扩大俄罗斯海军的作战区域。正因为如此，特朗普计划在复活节前停火的愿望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我们总是认为战争会以妥协、和谈的方式告终，但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大多数战争都是因为一方获胜、一方失败而结束，如明斯克协议、格鲁吉亚停火以及摩尔多瓦的长期僵局等。这些所谓的外交解决方案，最后都被证明是陷阱、是拖延，让俄罗斯重新获得了时间、金钱以及实力，可重整旗鼓的再次发动攻击。目前来看，俄乌战争可能也是这样的结局。
乌克兰如今要做的是更多的战场胜利，尽可能的为欧洲争取时间，从而在谈判桌上占据强势地位。战场前线，乌军目前已能够用较少的兵力在各个战场与俄军平分秋色，且交换比远低于俄军。据战争研究所报道，乌军短短6天时间就深入比尔格罗德战场20公里，控制和巩固了150平方公里的俄罗斯领土。3月2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继续扩大对比尔格罗德的攻击，目前正使用全地形车和一些装甲车，以小型步兵群形式占领德米多夫卡村后，从普罗霍迪村、米罗皮尔斯克村越过边界向前攻击，并向波波夫卡村发起了进攻。乌军正在积极寻求扩大其在德米多夫卡地区的战术包围圈。俄频道证实了这一点，称乌克兰特种部队袭击了波波夫卡附近的俄军哨所，但否认乌军占领德米多夫卡村。俄军目前正派遣大量援军前来增援，其中包括177海步团、车臣艾达分队、朝鲜军队、第76、106空降师等，同时将原有的比尔格罗德驻军重新部署，以应对乌军的袭击。此外，乌军正利用远程打击手段袭击俄军在该地区的后勤和指挥系统，如此前乌军曾2度袭击俄罗斯指挥部，摧毁了通信设备，又或是此前摧毁的4架俄罗斯直升机得到了确认。综合 RBC 乌克兰和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3月24日的报告，乌军多支部队发起联合作战，其先通过无人机确定好坐标，紧接着海马斯系统发射带有集束弹头的 GMLRS 导弹，径直打向比尔格罗德的俄军基地。报道称，乌军的此次袭击造成俄军2架米8直升机被毁，另有2架卡乌尔直升机损坏严重。至于之前提到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坠毁的苏25，俄频道坚称是机械故障导致。这架战机在滨海边疆区进行例行训练飞行时坠毁，飞行员则安全弹射。与此同时，俄军事博主声称，乌军还击毁了比尔格罗德的2座大桥，阻隔了俄军行动。一座是格拉夫卡附近的桥梁，另一座是在纳德热夫卡一带。它坐落在赫里亚兹纳河上，是俄军通行的重要枢纽。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做出进一步回应。库尔斯克战场，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发言人德姆钦科3月24日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州集结了大量人员和设备，同时开始频繁骚扰乌克兰边境村庄，如巴斯基瓦村、卢拉夫卡、诺涅克、洛沃基米里夫卡等地均遭到袭击。尤其是洛沃基米里夫卡村方向，俄军开辟新战线，目前正试图占领该村外围的首批房屋，充当临时据点。乌军目前则在苏贾西南部的奥列什尼亚和苏贾南部的圭耶沃和戈尔纳尔保持阵地，同时不断打击位于苏贾和乌克兰边境附近的俄罗斯天然气转运站。库皮扬斯克方向3月24日，阿基里斯无人系统团副指挥官表示，乌军已经收复了德沃里奇纳村附近的部分领土，同时在乌军第3集团军等部的持续猛攻下，扎波德涅西部和80%的辛基夫卡镇也被解放收复。值得注意的是，3月24日，乌军团发言人报告说，俄军在奥斯基尔河西岸遭受了相当严重的损失，无法进行撤离，有大约500名俄军被迫留守在奥斯基尔河西岸的阵地。而且与3周前相比，俄军攻击的频率有所降低，且使用重型装备越来越少。博洛瓦方向，乌军消息称，乌军在占领纳迪亚村后，便能使乌军保持对热列贝茨河、赖霍罗德卡和热列尔内的火力控制，并能对科潘基的俄军进行打击，阻止其机械化攻击。为此，3月24日，俄军试图绕过纳迪亚村，以5至6人小队对乌军后勤线路实施打击，以配合正面战场的行动。目前战斗仍在进行中。莱曼方向战线并无确认变化。3月24日，一个乌克兰旅表示，俄军在该地区始终保持着与乌军10比1的人力优势，且都是一些与俄国防部签订合同、训练有素的士兵。该乌军旅分析认为，俄军可能会在该方向发起大规模步兵群进攻，以扭转被动的局势。恰索夫亚尔方向，乌军第13哈尔迪亚旅在昨日战斗中通过巷战收复了约 1.4 平方公里城区。托列斯克方向，目前乌军的反击兵团已越过市区，多个乌军战斗群正通过激烈的巷战不断向前滚动。俄军方面，3月24日，俄军事博主称，乌军夺回了北部托列茨卡矿附近的阵地，并推进到克里姆斯克，不过该消息尚未得到证实。此外，乌克兰卢甘斯克集团军发言人扎波罗热茨中校3月24日报告说，俄军越来越多地使用光纤无人机投掷炸药和燃烧装置，侧面反映出俄军资源的过度消耗。无论是谁失去托列斯克，整个顿巴斯南部战线都将面临危机。
红军村方向3月24日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进入索罗纳村，并控制了科特林、皮沙内和乌斯佩尼夫卡等至少8个定点。而经过重整的乌军第155基辅安纳旅第425突击团正在猛攻舍甫琴科，以切断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的补给线。此外，乌军还夺回科斯季扬特诺波尔的大部分地区，并持续向前反击。乌军的大反攻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而俄军方面，乌方消息称，俄军正在几个定居点集结，并正在增加指挥人员、设备和步兵的数量。乌军发言人表示，俄军正在以小型突击群的形式发动攻击，并使用摩托车接近前线地区。但该说不说，俄军的红军村会战基本已经烂尾。多方数据显示，历时2年多的会战，俄军在该方向至少伤亡11万人，仅2025年1月份就战损1.5万人，7000人当场阵亡。问题来了，红军村会战为什么会烂尾呢？究其原因，乌军攻入库尔斯克围魏救赵是一方面，但最主要原因是俄军的战术能力不足以支撑其取得红军村战役的胜利。大家想想，俄军发起恰索菲尔战役、哈尔科夫战役，哪一个没有烂尾？扎波罗热方向，乌军在突破俄军第3道防线后，就已经意味着俄军的防御纵深体系开始瓦解，而乌军则能够威胁到俄军的后勤补给，并对俄军据点实施精准打击。更南端的克里米亚，据俄频道的消息称，当地的新菲罗波尔机场遭遇袭击，周围多栋建筑燃起大火。纵观整个战场，乌军反攻取得了不错的战术收益。据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数据显示，3月25日，乌军共歼敌1280人，摧毁俄军8辆坦克、81门火炮。值得一提的是，据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报告显示，由于新志愿者严重短缺，俄罗斯正在增加对俄罗斯新兵的经济奖励。据悉，克里姆林宫已将多个地区首批新兵签约金额提高至200多万卢布，其中萨马拉地区的新兵签约金额接近400万卢布。但经过这3年的战斗，俄军释放了过多的军事动能，已经后继无力，特别是乌军对俄本土军事目标、后勤节点以及能源设施的持续打击，严重削弱了俄罗斯战争潜能。与此同时，乌克兰空军目前也已逐渐形成战力。防务周刊数据显示，在过去的1周内，乌克兰空军执行了160次作战任务，其中100次用于空中掩护，60次对地攻击。从分工上看， F-16 和幻象2000主要负责对空拦截，苏系战机和武直负责对地攻击任务。随着欧洲不断提供战机、弹药以及训练飞行员，乌克兰空军将变得愈发强悍。从宏观的角度上看，俄乌双方已经到了比拼内地的时候，只要欧洲能够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俄军几乎不可能在战场上赢得胜利。尽管他们看似维持着攻势，但都是一些不成正比的军事投入。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3月23日，以色列防长卡茨公开表示，以军在当晚的空袭中消灭了加沙政府的负责人伊斯梅尔·巴后姆。报道称，以色列空军对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发起大规模行动，定点打击了哈马斯高层的藏身地。哈马斯方面随后发表声明证实了此事，还特意强调袭击发生时，巴后姆正在当地的纳赛尔医院进行治疗。不过，自加沙爆发战争以来，哈马斯总是将医院等设施充当军事基地，并修建了地下隧道。而被清除的巴后姆才刚刚上任不到5天，可见以军情报网的强大。除此之外，以军还清除了哈马斯的另一个领导人巴尔达维尔。长期以来，巴尔达维尔都担任哈马斯规划发展部的部长，负责策划哈马斯的军事战略，但在上了以军清除名单后，就没能逃过被打击的命运。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对黎巴嫩南部发动了多轮袭击，以回应不久前真主党发射火箭弹的举动。截至目前，以军已经打掉了真主党的数十个目标，包括他们的军事基地和指挥中心等，还有多个导弹仓库也遭损坏。值得注意的是，以军的铁穹再次进化，强化了拦截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能力。据军队认可网报道，以色列国防部宣布，已完成了对铁穹防空系统的升级，可以更从容地应对来自火箭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威胁。报道称，本次升级由以色列国防研究与发展局和拉斐尔近防御系统公司合作主导，并参考加沙的实战经验，旨在拦截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其他团体的无人机等新型威胁。铁穹防空系统由拉斐尔公司研发制造，被设计用于拦截短程火箭、155毫米炮弹和迫击炮弹，作战范围为5至70公里，可在各种天候下执行任务。其系统集成了侦测追踪雷达、作战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以及配备拦截导弹的发射单元。模块化的设计还能实现快速部署，从而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城市及移动中的军事单位。
铁穹防空系统采用埃尔塔系统公司开发的 ELM-2084 雷达，可侦测来袭目标，追踪其轨迹，并通过计算判断出可能的落点，会优先处理掉直接威胁，并保留拦截弹以反制更关键的目标。一旦确认威胁，相关数据将传输至作战管理系统，该系统会实时评估战术情况，并在必要时授权发射拦截弹。而铁穹系统的拦截核心是塔米尔拦截弹，该弹配备有光电感测器和雷达导引头，能调整飞行轨迹以提高拦截精准度。拦截弹长3米，设计在目标附近引爆，以减少附带损害。每个铁穹防空连配备3个发射器，每个发射器又可装载20枚梅塔尔拦截弹，总计60枚。使用后需重新装填。对于此次升级，以色列导弹防御组织负责人帕特尔指出，近期测试验证了基于战场条件开发的新能力。拉斐尔公司执行长图格曼也强调，测试结果证实了升级的有效性，强化了该系统在以色列国防战略中的地位。铁穹防空系统即便部署超过10年，仍在持续发展，以应对新的作战挑战。另一方面，据战争研究所3月24日报道称，自21日以来，美国中央司令部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基础设施和领导层进行了至少27次空袭。如22日，美军打击了也门北部焦夫省的胡塞军事基地和弹药库，并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等设施进行了打击。报道称，袭击导致胡塞海军作战负责人曼苏尔·萨迪受伤。紧接着23日，美军又打击了萨那西部郊区的胡塞武装储存设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沃尔茨的话称，美军还消灭了胡塞武装的导弹部队负责人。当地媒体也报道称，美军在马里布省马扎尔空袭中清除了3名胡塞指挥官，但目前还没有披露具体的名单。此外，沃尔茨还证实，美军中央司令部将继续对胡塞武装的军事基础设施、武器生产地点和通信线路为目标进行进一步的削弱打击。对此，据也门媒体报道，胡塞武装紧急修改了他们的军事通信加密代码，并加强了胡塞领导层的个人安全措施，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的针对空袭打击。具体做法是，胡塞武装加强了军事地点周围的安全，并对胡塞控制领土上的也门居民实施了进一步的审查限制，以防止泄露胡塞武装的军事活动地点和领导人。大家觉得胡塞武装的做法管用吗？能摆脱美军的针对打击吗？2024年5月10日，日本参议院通过防卫省设置修正案，批准防卫省设立一个统一指挥海陆空自卫队的常设机构，也就是统合作战司令部。3月24日，日本政府发言人称，统合作战司令部在东京成立，负责协调整体军事行动。日本统合作战司令部由大约240人组成，南云显一郎担任司令官，负责自卫队与驻日美军之间的协调。按照日本的说法，统合作战司令部成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备大规模灾害，提升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事实上，其最大的目的应该是发射远程导弹。未来日本自卫队发射导弹将不再依靠美军，而是独立发射。这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如何确定目标位置？情报的获取方式无非是使用人造卫星、无人机、雷达进行探测和跟踪，通过地面、舰艇和战斗部等多种手段发射。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海陆空自卫队一体化作战。统合作战司令部就是其核心角色。日本在2022年年底制定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需要在2027年之前形成固有的威慑力，也就是远程导弹。就目前的消息来看，日本自卫队的远程导弹还无法使用。2025年部署的美制战斧导弹依旧需要美军支援。日本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也将于2025年部署，但是统一指挥的软件等方面还需要等到2027年。乌俄战场之上，俄空天军引以为傲的滑翔炸弹失效，作战效能已经大幅度下降。根据福布斯的报道，俄军滑翔炸弹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一段最新流出的无人机影像显示，俄空天军号称误插在 4.6 米以内的 KB 炸弹，偏离目标数百米，在空旷的田野引爆，完全没有击中预定目标。这也就意味着乌军的电子战干扰战术已见成效。在乌俄战争初期，俄空天军的战斗轰炸机经常使用无指导炸弹近距离打击乌军阵地。在遭遇多次星光的接连打击后，俄空天军开始模仿北约的滑翔炸弹，在乌军防区外投放，减少了战机损失。为了对付俄军的滑翔炸弹，乌军已经在哈尔科夫、扎波罗热等关键地区部署了电子干扰系统，截断滑翔炸弹与俄罗斯格洛纳斯卫星系统之间的信号，导致滑翔炸弹无法进行航向修正而偏离目标。乌克兰电子战公司夜巡向福布斯透露，他们研发的利马干扰器并非传统单纯发射电波噪音的干扰器，而是使用数位干扰技术，这是对导航接收器的干扰、欺骗和信息网络攻击，效果非常显著。
随着乌军电子干扰设备逐步覆盖整个战区，俄空天军的滑翔炸弹将进一步受限。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美俄的会谈会以怎样的形式结束？以军的加沙的行动会进行到哪一步？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